OK，好的，开始。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来讲一下就是说 Bitwarden 这个密码管理器。然后在这之前，我先给大家多提一句吧。然后我的博客这里就是我新加了2个页面，第一个话就是这个咖啡页面。然后如果你觉得我的博客内容或者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然后你有点小钱的话，就是说很欢迎请博主喝杯咖啡。然后对于博主来说，这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吧。然后我也会可有利于我继续分享更多相关内容给大家。我给了支付宝和微信的。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一个留言板的功能。然后这个留言板的话就是你只要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一些你想看的一些内容哦，你都可以在这里就是说写一下这是没有的。然后写一下你想看的或者想听的一些内容，你写下来，然后我基本上看到就会回复你。然后这后面啊，这个下面是2个是我测试，你们不用管它。然后如果你的话，你就这里有想提问的你就这里写就是。那我看到的话基本都会回复的。当然的话，如果你在那个哔哩哔哩，然后你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你私信我的话，我基本上看到了也都会回你的。好，然后那我们就开始一下今天的，就是说分享的一个内容吧，就是一个密码管理器的一个制托管。然后的话，它就是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想讲一下这个内容。然后的话，我个人是在前几个月之前开始使用 Bitwarden。然后我用下来的话，个人感觉不错。然后特别是在这种浏览器的一个场景下，我注册账号啊，登录账号，它就可以直接右键，然后有一个这个，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给我填充。然后我就不用就省去了，然后还要自己输入啊，或者说有些密码我记不清啊，我要重试几遍的这种烦恼。然后，但是我个人的话，在手机端的使用效果的话，就是，不如这个网页浏览器。他们有些输入框识别不到。但是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好解决，就是直接打开Bitwarden 的一个 APP，然后里面搜自己的账户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觉得话，就是说随着信息互联网的发展，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做好密码管理啊、密码安全和信息安全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因为因为也出过一些密码泄露的事情。然后我分享这个软件的目的就是说想传达一个理念，就是说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密码、个人数据的一个安全吧。因为它 Bitwarden 可以随机生成你的密码或者是用户名啊这些，就相对于说渐进来说，就算泄露了也会保证你一些其他账户的一些安全之类的。然后的话，这个还有其他管理软件，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 KeePass 或者是OnePassword。然后的话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然后 OnePassword 好像是一个收费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然后你可以试用一下，看一下哪个更适合你的。然后我今天的分享的话就是说，分享的是 Bitwarden。然后我们是一个自托管搭建。然后这个介绍的话，这里的一个介绍的话，就是说我是在那个维基百科上借鉴的。然后它是一个开源的密码管理器。然后我们可以在加密，就是说存储信息，就是网站啊、APP 啊登录的一些信息，然后身份信息，包括还有银行卡之类的。然后它也提供生成密码服务，就是我们的随机生成密码啊之类的，随机生成用户名啊这些。然后我们就是说避免了重复使用单一密码的一个危险。因为一旦泄露的话，你很多个平台你都有潜在的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然后的话，它提供多种客户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Web，就是说网页端。然后还有一个桌面应用，这个是比如说我的桌面应用。然后还有个浏览器扩展，这个是它的一个浏览器扩展。然后移动应用的话，就是手机 app 它也有。然后命令行这边的话，这个我没有使用过，但是它有。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但这个的话我没有设计过。然后他提供了就是说，有一张托管，就是说他们自己有一个托管，就是说你直接在他们这个注册一个账号，在他们给你托管。这个是免费的，你个人使用是免费的。然后的话，它也支持就是说我们自己部署的解决方案。我们今天就尝试的是一个自托管，也就是自行部署。然后我这里写了就是说可以选择云托管，或者说自行的自己托管。然后这个是关于它的一些相关链接。然后第一个给的话就是一个官网。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个搭建的一个文档，用的是他们的一个搭建文档。然后的话，第三个是一个它自托管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搭建文档。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 Docker Hub 的一个这个。然后的话，第一个我们那个一下。好，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个自托管的这个 Docker 的一个，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里。然后的话，它有 server 的有一个 GitHub，因为它是开源的嘛，他们也把它放在了一个 GitHub 上。然后的话，GitHub 上就是说还有一个非官方的一个Bitwarden 的一个金融服务器，一个实现就是 Bitwarden RS，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一个叫做，你可以就是把它叫做 Bitwarden RS。我们翻译一下，方便大家看一下。它是由这个 Rust 语言然后写的，然后它是适合于就是说运行官方资源密集型的一个自托管。因为我在 GitHub 上看的时候，它的这个一个非官方的这个的一个 star 的速度话会比官方的高很多，所以的话，对，然后所以的话我们今天用这个来打的。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帮助中心一个中文版，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中文翻译的一个文档，然后对，它是一个中文翻译的文档。然后的话，你方便我们大家就是说，不太懂英文的一个用户吧。然后感谢译者的辛苦付出，感谢感谢。然后的话，我们搭建准备的话，然后我们选择就是说，我们选的是这个非官方的一个 Bitwarden RS。然后它，因为我感觉它没有官方消耗的资源多，然后的话，在 GitHub 的 star 速度要远远大于一个官方的版，所以我们今天就使用它来打。然后首先第一个话，如果你想随时访问的话，就是说建议在公网环境的 APS 中搭建，就是一个这个服务器要有一个公 IP，并且的话，你国内的这个 IP，你国内可以访问。然后的话，这个的话要准备好一个域名和分享代理，因为的话它后面有一个 HTTPS，一个为了安全嘛，反正就这个你要准备好。你 VPS 的话提前装好这个 Docker 以及 Docker Compose 这个环境。OK，好，第一步，你可以我们先把域名解析好，然后购买域名，然后怎么注册 Cloudflare，然后把域名转到 Cloudflare，然后这里的话，我就不用讲了，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我第一期视频，对，我的第一期视频我有详细讲一下的，怎么弄这个。然后我们域名解析，然后这步我已经做了，就是一个password，然后这里我已经解析好了，然后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域名解析。你这个地方填你的那个想要的一个域名，比如说我这样填的话，我这里就是一个 password pl catfish top， 这个是我的域名。然后你这里的话填你运行分享代理服务的那台服务器 IP 就可以了。然后你代理状态关掉，然后你保存就可以了。然后第二步它就是一个配置一个反向代理。反向代理的话，我这里是用的是一个 Nginx Process Manager，用它来设置的。你直接用纯 Nginx 也可以。然后它只是说它这个有一个网页端，然后你好好操作一下。然后你这个的话就是领取添加一个就可以了。那个你这里填一个域名，然后你这里选你的那个选 HTTP。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填那个 IP，就是说运行 Bitwarden 服务 VIPS 的一个 IP，然后，我此处填的是 Docker 容器类的一个 IP，因为我的这个 Nginx 跟我的那个Bitwarden 服务，我是在同一台机器上跑，然后我就打算的是这里就是填容器类的一个 IP，然后的话这里就是填那个端口，这个地方，这个后面给大家说一下，我这次用的端口是8080。然后你把这两个勾上，然后点击保存，然后你这里的话 SL 是这里，你申请一个新的一个 SL 证书，然后你后面申请完之后，你后面保存的话，你注意看把这个强制 SSO 打开，然后保存就可以了。你等一会儿，你这个域名就弄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安装吧。然后首先创建一个安装目录，我已经到这里了，我们就 make dir 就创建一个目录 Bitwarden。OK， 好，那我们进去。我们清一下屏。那现在的话就是，
我们要创建我们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文件，我们用 Docker 来进行安装。的话，这个 Docker Compose 的文件的话，我是参考这个 Bitwarden RS 的这个 Docker Mini，也就是哎这里后面有一个写的是一个这个，就是这里的一个 Docker Mini。然后的话，就是它官方只提供了一个，他们的一个 Docker Mini。然后的话，我个人比较习惯于使用 Docker Compose。然后的话，我利用 GPT 构建出了对应的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 YAML 文件。然后我的个人建议就是说，大家在 Docker 用 Docker 运行项目的时候，尽量选择 Docker Compose 文件，因为可能在开启服务很多的情况下，你使用 Docker Compose 会更加容易管理一些。你直接使用 Docker Compose 文件启动容器，关闭容器就会一键管理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边的 GitHub 一个图，然后这个就是生成出来的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文件。然后它官方的这里使用的是80的，然后我本机80是就被占用了，然后就改成了8080。然后这个前面大家可以改一下。然后这个的话我就不多解释了，我基本上每期视频都解释。然后这个是什么镜像，这个容器名，这个是存储啊、路径啊之类的保存，这个是端口，这个是重启，然后这个是 Docker Compose 版本。那我们复制就可以了，复制，然后我们创建 vim Docker Compose，然后我们点 YAML，然后我们然后我们粘过来。OK，然后那我们粘好，我们 bxc 冒号 wq， 然后我们就保存这个退出，然后我们这个文件就创建好了，然后我们看一下。OK，那我们检查一下 cat 就是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OK，好，我们完成。完成之后我们就启动，我们直接 Docker Compose up 杠第一站启动 ，copy 右键贴过来，然后我们点击运行。OK，好，它先开始创建了。因为我这里的话就是我镜像已经提前跑过了，我说镜像拉取出来了。如果你第一次跑的话，你的镜像你需要先拉一遍镜像，然后再开始启动。可能你的速度会比我慢一点。那我们现在就启动成功，我们多会 PS 看一下。OK，好，我们看到它这个已经启动了，这个好的。然后那我们直接开个无痕，我们的要一个这个，我们进来看一下。OK，好，现在正在加载。稍微等它一下，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使用码。然后这里的话就不用看，这里是我操作失误，但是我把它截下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没做这个 HTTPS 是什么情况？这里我可能这个图我贴错了，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没有做 HTTPS 的话，你这里会显示你这一步创建不起，并且登录不起。好，我看一下。OK，好，稍微等它加载一下，我们再继续讲一下。然后后面就先要注册一个账户，注册账户登进来之后，然后就是这样，稍微有点慢。你登录完之后进去用就是大概一个这个样子。然后的话你点这个新增项目，然后你可以新增项目，然后你这个是可以新增登录啊，或是支付卡，这个就是银行卡之类的。登录的话就是你的用户名啊之类的，用户名啊、注册账户啊这些。然后身份的话就是你有些时候填的一些身份啊之类的那种。安全笔记这个就是你自己制定了。OK，好，现在已经加载好了。首先的话就是说创建一个账户，我们点这边创建账户。创建账户的话，这边的话就是帮我随机，这就是我假定你的一个账户。你这个账户可以不用填真实，但是我建议你如果
如果真是想那个纯粹使用的话，建议填个真实的。然后的话，这个就直接这样吧。然后主密码的话，就这个的话，就建议大家设一个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然后这里的话，我直接生成一个，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好，我们粘过来。然后现在这里，现在这个最下面我把它贴一下，就是这个随机生成的。我们右键再，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就填一个随机，我们就当做一个测试，有随机密码。然后这个的话，那我们就创建账户，对好那就可以了。对，我们继续点登录，然后我们右键点进来，然后我们使用主密码登录。那我们现在就登录进来了。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先新增项目，然后你可以选登录，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填你的这个 URL，然后你这个地方就是填这个预检测，然后反正你可以设置很多，比如支付卡、身份这些都可以。支付卡你有银行卡，身份就是姓名啊，你的一些这些反正都可以。然后安全笔记这个看你自己。然后的话，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介绍的。这个的话大家用一遍就明白。然后的话，第二个就是一个 send 的话是在这里。这个的话我理解为就是说你向别人分享一个什么加密信息啊之类，但是我这个我个人没有用过这个，所以因为我也没有这个需要去分享一些什么东西给别人，然后所以这个大家去自己探索。然后的话，讲一下这里的话就是一个生成器，这个生成你的随机密码，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用户名随机，然后用户名的话，你有些时候还可以附加你这个，比如说地址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反正都可以，反正这些电子邮件，然后电子邮件笔名、随机单词，密码的话，你可以这里设置长度啊这些，它默认是14，我们改成11也可以，然后对它可以，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个修改的。然后你可以设定数字啊、符号最少有几个，然后你后面选一下，比如说这个都包括啊什么东西，然后导入数据，我们点进来，然后导入数据的话，然后你可以选这个你讲，这个就直接默认就可以了。然后你设定数据的话，你可以选很多，就是说，你可以从以前的一个 Bitwarden 这边移过来，还有支持这个，然后还有支持 Chrome 的一个 Chrome 浏览器，就是谷歌浏览器的一个保存的一个一个文件。然后 Firefox 啊，你还有 KeePass 它也支持，然后包括很多密码管理软件，然后它都支持，看还有 OnePassword，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密码管理软件，它都支持。然后给大家拉一下，很多都支持，然后导入进来。你导入进来之后，你把数据导进上，那你就可以用 Bitwarden，用它来登录这些。然后导出密码也可以导出，导出的话你可以选 JSON 格式、CFA 格式，还有这个格式的。这个大概一个介绍。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密码库有没有什么报告啊这暴露的密码，然后重复使用密码，然后弱密码这些，你都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大概的它的一个网页里面的一个介绍。然后大家讲一下账户设置吧。账户设置，它就是这个指纹短语啊这些，然后你可以修改一下你的电子，这个有提醒之类的。然后主密码你可以进行修改，什么2步验证，就是说这些，还有个密钥这些，然后偏好设置，然后你看你自己，然后域名这些你都可以看一下，然后可以紧急联系人之类的。然后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介绍吧。然后的话，给大家讲一下浏览器安装吧。浏览器安装的话，你基本上很多浏览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它很多浏览器都支持 Chrome 啊、Safari，苹果的 Safari，然后 Firefox 火狐，然后还有 Opera 之类的 Brave，然后微软的这个，还有包括我们的Tor Browse，这个洋葱浏览器，还有我们 DuckDuckGo 都支持。
它只是大颗构的话只有 Full Mac 的，它支持的还就是偏主流都有。我们平时主流就是 Chrome 啊、Firefox 啊，苹果的话就 Safari 嘛，或者是这几个，然后这几个的话，其他几个我看用的都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关于怎么装的话，你点这里，这里的话有一个扩展程序，然后你管理扩展，不是是一个扩展程序，然后访问这个商店，然后你直接搜，所以说 Bitword，然后它就有了，然后你直接添加扩展就可以。我这里是已经加了的。然后的话，微软这个地方一样的，然后可能还有手动上传，比如说你可能下载不了啊这些，可能需要谷歌这种商店的话，可能需要一个网络环境，你下载不了的话，你就自己搜一下快的，或者说你根据自己官网链接，根据浏览器来，比如说你国内的话，你火狐至少是能用的吧，然后你就点进去看就可以了，它会提供的下载链接，这个链接的话就是我刚刚这里，就是比如说火狐，你点进来。那这里就可以 download，然后 download file，比如说火花，你把这个 file 传上去就可以了，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关于它这个桌面端的话，就是这个桌面端的话，你就直接进官网下载就可以了。这个是官网，然后你点这个 desktop，然后你 Windows 就下 Windows，Mac 就看 Mac，Linux 就下 Linux。然后的话，安卓的话，你就 Play 商店和 GitHub，然后你这边点过来，点过来你这里 iOS，然后你这个 APK 嘛，APK 就是安卓的吧，安卓的，然后你就可以下来就可以用。下来之后你把账户登进去，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介绍吧。介绍的话，我给大家现在演示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本机的叫什么然后我们是这个博客，你就点进来，它就自动给你填好了。就你不用你自己再去那个，然后它也有这些什么什么这些，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它自动填充，我觉得它这个会比较方便，你可以直接点一下，它就直接过来了。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用法。然后你其他的话你就自己尝试一下。哎，我看一下我这个文章，翻过来，我翻回来。OK，好，这就是今天可能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吧。然后的话，就是最后我非常感谢开发者的付出，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产品，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之类的，保护好自己的密码。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大概想讲的内容，想分享的一个内容。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为我点赞、投币、收藏吧。或者是如果你有闲钱的话，可以请博主喝杯咖啡。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或者说想交流讨论的，你都可以在我的一个博客这个地址的一个留言板，然后下面发送信息，或者是你可以在我哔哩哔哩视频下面发送，然后也可以在 B 站私信我，然后我基本上只要我看到的话，我都会给你回复。然后非常的感谢大家的观看。